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tty Boy， 拍谢各位，我回归啦，好久不见了，各位还记得我吗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坐过一种火车，常会在东部看到，搭车的时候都会有引擎轰隆隆的声音，而且不管在月台、车厢里，都会闻到浓浓的柴油味。没错，他们就是台铁特别的柴联车。在电气化路线日益普及的今天，柴联车的身影逐渐淡出，但他们留下的故事值得我们一再的回味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登上时光列车，回顾台铁柴联车的风光岁月吧。在我们开始聊柴联车之前，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火车的动力方式吧。毕竟火车可不是生来就会自己动的啊。火车的动力来源大致可分为3类：蒸汽、柴油及电力。蒸汽动力是早期的主要动力来源，现今仅在特殊活动出现。柴油动力主要应用于非电气化路线，而电力则是现代最常见的动力来源，例如高铁和捷运。另外，火车的动力运作方式主要有动力集中式和动力分散式。动力集中式列车如旧的自强号和莒光号，通常有车头在牵引。动力分散式列车如 EMU3000 型和区间车，用电驱动的就被称作是电联车，而用柴油驱动的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柴联车啦。了解了火车的动力来源及运作方式后，相信大家应该更知道柴联车是什么了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柴联车的特色和故事吧。台铁的柴联车有许多独特的特色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跃动门。由于柴联车是由引擎所驱动，行驶时会产生许多的废烟，因此会需要管线将废烟往上排出。跃动门不仅巧妙地隐藏了排烟管，更增添了车厢的特色与美感。只是把排烟管设在车厢中间，多少会影响舒适度，因此 DR3100 型就将排烟管移至他处，并取消了跃动门的设计。除了跃动门，柴联车那特有的引擎声也让人难以忘怀。每当列车启动时，那低沉而有力的引擎声响彻车厢，仿佛在展现柴联车的力量。这种引擎声不仅是柴联车运行的象征，更是许多铁道迷和乘客心中的怀旧之音。再来是柴联车最著名的天王座。天王座是指设在一组柴联车头最前端司机室旁的座位，此处的座位是许多人搭柴联车绝对要体验的座位。这里不但可以全方位欣赏沿途的风景，其隐秘的设计更让此处像是一座小包厢一般，让人在车上有自己专属的小空间。以上这些都是台铁柴联车很有趣的特色，有机会搭乘时不妨注意一下咯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认识台铁柴联车的车型吧。60年代时，台铁在柴油客车的维修经验与技术上逐渐进步，于是重启了搁置9年的柴油客车购买计划，并以此庆祝时任总统蒋中正先生的80岁生日。这批客车就是 DR2700 型，当时被命名为光华号。DR2700 型是当时台铁西部干线最快速、最具代表性的列车。虽然没有空调，但其速度优势仍吸引了许多商务人士搭乘。不过，随着 DR2700 型的老旧以及各路线的电气化，这型车后来转为柴油快车和区间车使用，并于2014年退出营运后停用至今。80年代初期，东部干线有着豪华舒适的莒光号，但行驶速度却很缓慢。如果想要快速的话，可以选择 DR2700 型搭乘，但却没有空调，只能吹自然风。与此同时，西部干线已经出现了更高级、更快速的 EMU100 型自强号电联车。为了缩小东部与西部铁路服务的差距，提升东部干线的服务品质，台铁决定引进自强号到东部干线。然而，当时的东部干线尚未电气化，无法行驶使用电力的自强号电联车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台铁于1982年1月向日本东急车辆采购了10组30辆柴联车，也就是后来营运最久的柴联车自强号 DR2800 型。
DR2800型在外观上与其后继型号不同，反倒是继承了上一代的特色，采用有着数条强化线的不锈钢车体，车身下半部倾斜向内的设计，并搭配橘色与黄色的色带。在车厢内部 ，DR2800型采用了自动通道门和大片窗户，为旅客提供了更加舒适的乘车环境。凭借着快速高级的优势 ，DR2800型投入营运后就深受旅客喜爱，常常一票难求。即使台铁后续又增购了5组列车，依然无法满足旅客的需求，因此台铁决定着手采购新的柴联车。80年代中期，东部干线的自强号需求依然旺盛，即使已经有 DR2800型柴联车，也无法满足需求。因此，台铁说再买更多车，于1987年向日立采购了5组15辆的自强号柴联车，编为 DR2900型。1987年1月 ，DR2900型全数制造完成。但正值春节期间，旅客需求激增，因此 DR2900型还在船上时，加班车的预售票就已经全部售罄。直到春节前一天 ，DR2900型才运抵基隆港。下船后，台铁立即为其加装座椅和冷气机，并且在台北到新竹间连夜进行试车。隔日 ，DR2900型便正式投入春节加班车的营运，可谓是最快上工的列车了。尽管先后采购的柴联车总数已达到20组600辆，但东部干线仍旧时常一位难求。加上往来南部与东部的南回线即将完工，客流量预计会进一步提升。因此台铁说再买更多车，最后一鼓作气购入了27组81辆的柴联车。这批新车同样由日立制造，设计与 DR2900型完全相同，但由于数量庞大，为避免编号混淆，台铁将其编为 DR3000型。在外观上，毕竟 DR2900型与 DR3000型在设计上完全相同，都是方方正正的设计，搭配橘色与黄色的色带，也都是由日立制造，因此在外观上也很难区分。要分辨两者唯一的方法就是看车身的车号。至此，这些柴联车以141辆的庞大车队，用自强号的名义来服务华东的居民往来南北，成为东部干线的中流砥柱。由于大量 DR3000型列车加入营运，东部干线一票难求的情况得到了缓解。然而，在假日期间，拥挤和车票售完的情形依然存在。为了在宜兰和北回线电气化完成前，提升东部干线的运能，台铁在1990年代中期计划再购入30辆新型柴联车。这个计划最终被纳入810辆购车计划中，当时还采购了36辆支线用的柴油客车。这批新型柴联车被命名为 DR3100型，并于1998年投入营运，使柴联车自强号的总数达到了162辆。DR3100型和支线用柴油客车都是由日本车辆制造，因此两者在外观上有许多相似之处，例如车头上方的2个圆形头灯。DR3100型还做出了一些改进，例如以前的柴联车，许多车厢都只有单边设置车门，而 DR3100型在所有车厢的两侧都设有车门，加快了旅客上下车的速度。此外，为了降低客室内的噪音 ，DR3100型移除了柴联车的大特色——跃动门。DR3100型的加入，使柴联车的车队规模达到161辆。尽管柴联车在非电气化区域继续发挥作用，服务来往的旅客，但台铁电气化工程如火如荼的推进，柴联车的生存空间也逐渐受到威胁。随着台铁电气化路段的扩大，柴联车的运用范围也逐渐被调整，但大多还是行驶在树林到台东以及屏东线和南回线的路段。让我觉得最特别的是，柴联车曾经充当过区间车。2015年至2019年之间，南回线仅电气化至潮州，潮州以南还未电气化，因此柴联车在这里就不当自强号了，改坐潮州到枋寮间的区间车。当时我有幸搭过，感觉就像是坐上了高级版的区间车。
短短3节车厢的柴联车行驶在夏日的田野间，不论是火车或景色，一切都变得简单淳朴。轰隆隆的引擎声配上闪耀的阳光，体现了南国独有的氛围。然而，这样特别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。随着环岛电气化全线通车，新车逐渐取代了柴联车的地位。柴联车在最后的几年多半行驶在东部干线，直到2023年4月26日，台铁进行大改点后，DR 2800型、DR 2900型和 DR 3000型全数正式退出了营运。如今只剩下 DR 3100型还在他们的故乡东部干线上行驶。柴联车的隐退不仅是台铁运输方式的转变，也是一个时代的落幕。柴联车历经了台铁不同的时期，也承载了许多人的回忆。虽然大部分的柴联车已退出正式营运，但他们的身影仍将留在人们的记忆中。如果你对柴联车充满好奇，想要亲身体验它的魅力，目前台铁仍有 DR 3100型柴联车在运行，有往返于花莲与树林之间的215、246次，以及往返台东与花莲间的424、449次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。接下来的神秘车是柴联车系列，将会详细的介绍一些特别的柴自强车次，还请大家期待一下喽。我是 Kitty Boy， 我们下次的影片见喽，拜拜。